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大家好，这里是道听途说，分享不同的故事，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在云山县八里庄村有个叫边克温的年轻人，都快20岁了，但是由于他父亲的去世，家里便一落千丈，所以一直都还没有娶到媳妇。不过边克温可是曾经学过武功的，胆子也挺大，所以县城里面家大业大的花老爷便请他给自己家做专职护院，1个月就能赚到些钱了，并以此来养活他和他的母亲盖世。据说那个花老爷有个舅舅是京城里的高官，并且在他舅舅的帮助下，就连那县太爷都会让着那花老爷几分呢。然而尽管花老爷是如此的富有，却生有5个女儿，而仅仅只有1个儿子，名叫花富贵。那个花富贵可是自小就如同在蜜罐里长大的一样，即使他娶了老婆以后，花老爷还是不放心，还特意给花富贵配备了10几个随从呢。这使得花富贵在整个云山县都要横着走路了，就连那知县大人的儿子都要避其锋芒呢。这一天，花富贵甚至不顾妻子庞氏的强烈反对，到自己家开办的妓院去找名妓嗔月儿。他和庞氏吵完以后，便匆匆的就走了，连1个随从也没带着。谁知道那嗔月儿被一个有钱的主包了，正好不在，老鸨便赶忙把新来的楚云推荐给了花富贵，同时还满脸陪着笑。那个新来的楚云长得很漂亮，也根本就不比嗔月儿差。如果是往日看到楚云也长得这么好看，花富贵也便罢了，而且这又是自己家开的 GI 院。然而今天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一听那嗔月儿不在，便非常的生气，是除去嗔月儿之外谁都不行了。他也没有听那老鸨的劝阻，便直接去砸了嗔月儿的门。而那嗔月儿今天招待的客人是个外地的人，所以他也根本就不知道花富贵他们家在当地的权势影响有多大。那个客人一听外面一直在敲门，于是他的脾气也便立马就来了，于是打开门就一脚踢到了花富贵的下半身，那花富贵便一下子就疼晕了过去。客人见势不妙，便跳窗溜走，一转眼的功夫连个人影子都看不见了。花富贵终于是被救活了，但他却从此成了太监，以后再也不能去妓院了。云山县的人们听说后便都说，那花老爷家里赚了太多的亏心钱，拿了钱还做了太多欺软怕硬的事，这是他们花家的报应到了。听了人家议论纷纷，花老爷夫妻2人简直是气得要死。但是幸运的是，花家的少奶奶庞氏已经怀孕了，而且怀的还是个男胎。于是那花老爷便赶忙吩咐，将儿媳妇庞氏特别保护的起来，从早到晚的都住在的月楼，甚至不允许外出，除了庞氏的4个贴身女仆，任何人都不允许见她。就在花家一片混乱的时候，花家的财务主管刘坚先生突然又病了，并且病得很重，而且还很快就去世了。因为刘坚是只身一个人来到花府做财务先生，所以花老爷是根本就联系不上刘坚的家人，无奈只好草草安葬了刘坚。而花家的专职护院边克温觉得刘坚平日里很是善良，而现在又没人祭奠，所以他便买了香烛放在了刘坚的坟前祭奠他。谁知边克温在祭拜的时候，突然发现坟墓上有一个大洞。边克温担心刘坚的坟墓被盗，所以他很快回去把这件事告诉了花老爷。谁是瞎子，谁就去偷刘坚的墓吧。花老爷生气地说道，找个人来填上那个洞就行了。边克温听后便觉得是自己有点小题大做了，便赶紧找了人去补上了那个坟墓上的大洞。时光过得好快，转眼间3个月就过去了。这一天，边克温一大早就起来了，在一个僻静的地方练习拳脚。这时有2个女仆走过来，2人还小声地谈论着花家的事情。边克温是个会武功的人，他的眼睛和耳朵自然是很灵活了，
周围又很安静，那2个女仆的声音清晰地传进了边克温的耳朵。其中有一个女仆说：“小春姐姐，你知道小秋姐姐去哪儿了吗？”名叫小春的女仆有些惊恐地回答：“没有，我不知道。”小东，你找她干什么？而女仆小东根本就没有发现小春的慌张表情，她奇怪地说：“小秋姐姐答应教我刺绣的，但是我现在却不知道小春姐姐在哪里呀，我已经2个月没见到她了。对了，小夏姐姐也莫名其妙的不知道去哪了，真的是好奇怪。”护院边克温听到这里也有点奇怪。小春、小夏、小秋、小冬是花家儿媳妇庞氏的4个贴身女仆。庞氏被特别保护后，4个女仆便奉命轮流照顾那个花家的少奶奶了。奇怪的是，小秋进入的月楼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然后就轮到了小夏。可是小夏去的月楼照顾少奶奶，进了德月楼之后也不见了。想到这里，花家的护院边克温便有些心慌了。小东和边克温2个人互相有意思。边克温本来计划着等少奶奶生下孩子后，他便去找那善良的庞氏求情，赎回小东，这样他就有了媳妇。但是现在看这架势，谁进去照顾少奶奶，谁就消失了。4个春、夏、秋、冬女仆轮流照顾那个花家的少奶奶，迟早会轮到小东的。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边克温心里很慌，很担心。边克温真的很想去的月楼看看，可是他只是一个护院的，连内院都进不去，更别说的月楼了。时光飞逝，转眼2个月又过去了。去的月楼照顾庞氏的小夏再也没有出现，花老爷又开始吩咐了，下一个要进去照顾庞氏的便是小春了。他让小春赶紧准备一下，过几天就去的月楼。边克温想知道的月楼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于是他便四处找小春，问他都知道些什么。可是一连找了好几天，边克温也没见到小春。当晚边克温在巡逻的时候，突然感到有点尿急，在他方便完了之后，出来的时候突然看到小春在一棵大树下静静地哭泣呢。于是那边克温便赶忙走过去问小春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哭。小春赶忙惊慌地抬起头，一脸的绝望，并且还喃喃自语了好久，之后才对边克温说道：“边大哥，我进了德月楼之后，你能帮我照顾我弟吗？他也才只有9岁，如果他没人管的话，恐怕长大真的很难。”边克温一听不禁是大吃一惊，小春的话怎么听着像是临终遗言呢？难不成进入的月楼的人全都一定会死吗？边克温本来想着再问几句的，但是这时花夫人贴身的嬷嬷喊小春来了。他说老爷和夫人叫他呢，好像是有事叮嘱他。于是小春便赶紧擦干了眼泪，整了整衣服，匆匆地离开了。望着小春离去的背影，边克温暗暗地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去探探的月楼的秘密，弄清楚为什么进去伺候庞氏的女仆们全都出不来。但谁知计划赶不上变化，边克温还没来得及行动，八里庄村来了一个人，到花府找边克温来了，说是他的母亲盖氏病重，让边克温赶快回去看看。于是边克温便赶紧找管家请了假，飞也似的回了家。盖氏是真的病得很重，既吃不下饭，也拉不出来，更下不了床。边克温急得不得了，赶紧请来董郎中给自己的母亲治病。但是那董郎中说，要治好他母亲盖氏的病，至少要花50两银子。接下来那边克温便收齐了自己家中所有的家当，可是也只有12两银子，还需要40来两的银子啊。但是他再看看脸色蜡黄、呻吟不止的母亲，边克温是心如刀割一般，他便立马决定去向花老爷借钱去。于是边克温便请邻居帮助照看他的母亲，自己连夜跑去县城。黎明时分，边克温便又回到了花府，并马上找到了花老爷。
边克温恳切地告诉花老爷，说他的母亲病了，恳请借40两银子给他的母亲治病。花老爷一听便笑了一下，同时还撇着嘴说，他并不是不借给边克温钱，是因为边克温又能拿什么来还债呢？花老爷不会借钱给他，除非他找到担保人。边克温一听，心里直发冷。花家家大业大得很，就是随便一顿饭也得有40-50两银子还要多，自己向他借40两银子救母亲，还得要去找个人来担保。边克温实在是没有办法，便只好私下里去找人来为自己做这个担保。但是边克温连续找了好几个人，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他做这个担保，而且还都劝边克温不要向花老爷借钱，额外的利息太高了，会把边克温和担保人啃到掉渣的。而那边克温并不知道花老爷放高利贷的事，他只是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自己在花家工作了这么久，他希望花老爷能借给他点钱，并因他对花家的忠诚而收取较少的一些利息。边克温没找到人来为他担保，便沮丧地回去了，又开始向花老爷说好话借钱。而那花老爷却懒洋洋地躺在躺椅上，眼皮微抬，不屑地冷笑道，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问我要钱，过几天连我岂不是都要被人借走了？你连个担保人都没有，这和跟我直接要钱又有什么区别？边克温一听是满脸通红，便含着泪走出了花家的大宅。没办法，他只好先回去看看自己的母亲。有了那12两银子，董郎中给开了方子，买了药，母亲的病暂时减轻了一点儿。边克温稍微放了一点心，接下来便只管考虑去哪里弄钱了。董郎中犹豫了一下，悄悄告诉边克温，村里同财主的小儿子16岁就死了，他也还没有娶媳妇呢。同财主想找一个最近去世的年轻女子来匹配他小儿子的阴婚，并出价是银子50两。听了这话，边克温的心里便有了主意，他要去看看乱葬岗那里，如果他能有幸找到一具合适的女尸，那么他不就不用担心他母亲的病没钱治了吗？天黑后，边克温便拿着铁锹来到了乱葬岗处。同财主要的是一个最近去世的女人，所以他到了乱葬岗只能找个新坟来挖。可还没等他在乱葬岗铲上几铲子，突然身后一个声音传来，这家伙，你是在乱葬岗盗墓吗？啧，只是全都是穷人埋在这里了，什么都没有啊。突然听到身后有人说话，就算那边克温再胆大，也吓得他是脸色发白，冷汗直流。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慢慢转过身来，一看原来是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年轻人，正在对着自己笑呢。原来是人，不是鬼。也许他来这里也是为了到乱葬岗来寻找尸体的吧。边克温心想，接着他便没好气地把眼睛转向那个人，说道，人要是吓人，是会把人吓死的，你知不知道啊？那人一点也不在乎边克温的不开心，语气里满是笑意地说道，兄弟，你胆子挺大的，我喜欢。对了，兄弟，你是来乱葬岗找尸体的吗？边克温便犹豫了一下，接着他又点了点头。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尸体？我来帮你吧。那个人很是热情，也很地道。你是谁？为什么要帮我？边克温很是疑惑。哦，我忘了自我介绍了，我叫彭继明，会了点一道学，以给人占卜为生。至于我为什么要帮你，那是因为你胆子大，我想找个胆子大的人做朋友。彭继明对边克温说道，这个理由真的很牵强。边克温心想，彭继明见边克温不吭声，只当作是他同意了，接着便真的帮着他挖坟了。他一边抱一边热情地问边克温叫什么名字，要找什么样的尸体。当边克温见彭继明如此的不见外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于是他便告诉彭继明，他的名字叫边克温，他想找到一个年轻女子的尸体，
而且还得是最近去世了的。彭继明眨了眨眼睛，笑着说道：“我知道哪里有这样的尸体，边兄，你跟我来吧。”边克温便跟着彭继明到了不远处。彭继明指着一座新坟说：“刚刚好，这里埋了一个年轻女子，已经2天了。”听了这话，边克温是非常高兴，甩开他的胳膊，便开始挖坟了。乱葬岗那里的坟都埋得很浅，边克温挖了一会儿，彭继明继续挖，一口薄薄的棺材便露了出来。边克温打开了棺材，借着皎洁的月光看了看，本能的恐惧使得他后退了几步。躺在那里面的竟然是小秋。只见小秋眼睛睁着，嘴巴张着，脸色苍白如纸，干瘪的就如同皮包骨头。彭继明凑过来看了看尸体，立刻惊呼：“这是谁这么缺德？这女人都死了还不得安宁？彭兄弟，为何说小秋的死不得安宁呢？”边克温连忙问道。边克温和小秋在平时的时候打交道不是很多，但因为小东，他们见面的时候也是总会打招呼的。现在边克温看到小秋这么年纪轻轻的就死了，再加上彭继明刚才又说小秋死了都不得安宁，他的心里是更加的难过了。彭继明指着小秋的嘴说：“你看到没有？它的里面全部都是糯米，这是为了不让死人抱怨呢。”随即他又指着小秋的腰和脚踝说道：“他的腰和脚踝都用红绳绑着，这就意味着不允许死者向冥界报道了，这样死者就会变成孤魂野鬼，死了都得不到安宁。怎么竟然会这么恶毒？”边克温听完后忍不住很气愤。那还不止这些呢。彭继明叹了口气又说：“来，你赶快看一看这丫头肚子里塞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接着那彭继明便从怀里掏出了一把匕首，割断了缠在小秋腰间的红绳，小秋的肚子突然间就裂开了。边克温定睛一看，小秋的肚子原来已经都被掏空了，里面塞着的全部都是布哦。边克温看后是非常的惊讶，现在他终于知道小春为什么要把自己那未成年的弟弟托付给自己了。原来小秋进到的月楼后死得这么惨，所以那小夏也一定是死了，难怪他们进了德月楼以后就再也没人见过他们了。小春一定是害怕他也会像小秋和小夏一样死去。再一想，继小夏和小春之后就该轮到小东了。边克温想到这里不禁浑身颤抖起来。边兄，你是不是认识这个女孩？她为什么死得这么惨？彭继明疑惑地问道。难道她跟谁有什么深仇大恨？她叫小秋，是花府的女仆，她是一个侍候庞氏的女仆。进入的月楼之后，我便再也没有见过她了。边克温结结巴巴地说道。那花家和德月楼那里肯定是有什么问题。彭继明说，对于这件事我绝对是不能坐视不管的。听到彭继明的话，边克温便立刻跪下来对他说：“彭兄弟，希望你能救救小春。”小春？彭继明问道。难道她也是花府的女仆吗？边温岭便点了点头，接下来便把他所知道的和小春所说的全都告诉了彭继明。彭继明听后深深的蹙眉，我怕靠我自己的力量救不了人，反而要吃亏呀。彭继明兄弟，我来帮你呀，快快告诉我，我都能做些什么呢？边克温说的是斩钉截铁。彭继明一听真的是喜出望外，有边兄做我的帮手，那么我就有几分的把握了。于是接下来他们两人便重新买好了小秋，一边说着一边往边克温的家里走去。到了边克温的家，天都已经快亮了，边克温的老母亲已经醒了，她用一双无神的眼睛看着他们俩。彭继明对边克温说道：“边兄，是不是大娘她生病了？我稍微懂一点医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给大娘号脉看看。”边克温听他这么一说，于是便赶紧谢过彭继明，在摸了一会儿盖世的脉搏之后，彭继明便笑着说道：“如果大娘的这种病由一般的郎中来治疗的话，可能需要使用一些昂贵的药物，
费用会很多的。但是今天所幸的是遇到了我，我呢有一种药丸，吃了以后大娘的病保证就好了。说着，彭继明便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了一个盒子，打开了盒子，拿出了一颗药丸，递给边克温的母亲盖世。边克温一看，真的是喜出望外，连忙给母亲倒了一杯水，把药丸服了下去。服用了药丸以后，盖世顿时感到很是恶心，呕吐了2次，还上了几次厕所，接着便感到神清气爽了，也没有任何不适。边克温一看母亲的状态，真的是高兴极了，于是急忙给彭继明跪下叩谢。彭继明急忙把边克温扶了起来，说道：边兄，请不要这样，既然我们2个投缘，那么我就有义务给大娘治病啊。母亲的病已经好了，边克温和彭继明便立即赶去县城里的花府。在路上，彭继明告诉边克温，从小秋的身上可以看出，花府里一定是有会魔法的人在施巫术，如果他们贸然冲到的月楼，估计还没进去就被发现了，那可就麻烦大了。那我们该怎么办？边克温忧心忡忡地说道：我们2个的身材基本上一样，等到黄昏时分，我化妆成你的样子，潜入那花府，你给我找个地方先藏起来，等到午夜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怎么做的。彭继明胸有成竹地说道：彭继明兄弟，你懂道家，你又懂治病，你还有谋略，我真的是太佩服你了。边克温发自内心地佩服彭继明，而那彭继明却有点不好意思了，说道：我可没有边兄说的那么好，其实我早就发现花府哪里不对劲了，只是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前天我看到有人抬着尸体去了乱葬岗，昨天晚上去查了一下，就发现了边兄，所以就特意和边兄你打了个招呼，想让边兄帮忙，希望边兄不要怪我。继明兄弟别说这些了，我不是求你救人了吗？边克温连忙说道。2个人互相解释了一下，不禁相视一笑。进到城里后，边克温先回到了花府，找了一套自己经常穿的衣服，然后又借故离开了花府。他将那套衣服交给了彭继明，2个人约定好了时间才分开。黄昏过后，彭继明便穿上了边克温给他送的那套衣服，低着头顺利地进入了花府。边克温在一个僻静的地方接待了彭继明，并立即为彭继明找了一个非常隐秘的地方藏了起来。半夜的时候，边克温假装着要上厕所，找到了彭继明。彭继明给了边克温几张咒符，并告诉了边克温具体该如何使用，以此来制造花府的混乱为目的。趁着混乱，彭继明和边克温好试图潜入那的月楼里探个究竟。边克温便按照计划行事了，他把咒符放到了几处点燃，这咒符一着火，于是便到处冒起熊熊的黑烟了。接下来那边克温便又扯着嗓子喊了几声，花府里顿时乱了起来。趁着混乱之际，彭继明便来到了德月楼前，大声喊道：老爷叫你们救火去呢。几个守护着德月楼的仆人看到花府到处冒烟，早都已经慌了，现在听了彭继明的呼喊，他们便稍微犹豫了一下，便赶紧跑去救火。彭继明跟在他们的后面跑了几步后，立即回过身，走进了德月楼。这时边克温也追了上来，跟着彭继明的身后进了德月楼。走进了德月楼，边克温便一眼就看到小春躺在床上，脸色苍白，闭着眼睛，挺着肚子。他看到后既惊讶又有点不好意思，还差一点大叫了起来。原来那个小春肚子胀得老高，看上去怀孕得有7、8个月了。边克温和小春也就只有几天没见，怎么小春竟然怀孕了，而且肚子还这么大了，这也真的是太奇怪了。这时彭继明正和一个人厮打着，从床后转了出来。边克温再一看那个和彭继明打架的人，嘴巴因为吃惊是张得更大了，几乎是再也合不上了。
原来和彭继明打架的那个人，竟然是已经死去的财务主管刘坚。要救人就去床后面，把尸体肚子上的咒符给烧了。彭继明有些艰难地对付着那个刘坚，看到边克温在那里站着，他赶紧冲着他喊道：边克温，你万万不要做傻事，你要是坏了花家的好事，那你可就是摊上大事了。账务主管刘坚大声地说道：刘先生，你没死，难怪你的坟墓上有个大洞。边克温突然明白了，说道：边兄，快点烧纸。彭继明又和刘坚打了一会儿，他的汗珠子就已经一个个的掉了下来。见边克温还有心思和刘坚聊天，赶紧起身：不能去。刘坚也很着急地说。边克温稍微犹豫了一下，看了小春一眼，开始往床后面走。床的后面有一张大床，旁边燃着香，大床上花府的少奶奶庞氏便睡在上面。只见那庞氏脸色红润，睡得很安静，但她裸露的肚子高高的隆起，白皙细腻的肚子上有一张咒符纸，遮住了她的肚脐部位。看到庞氏的样子，边克温的脸一下子红了，一时不敢上前去拿纸。这时彭继明又喊了一声：边克温，你快点，我快要坚持不住了。边克温也不敢再耽搁了，他走上前去，闭着眼睛把咒符纸握在手里，并且迅速地点燃了咒符纸。在咒符纸被烧掉之后，庞氏的外貌突然发生了变化，他的脸突然变得苍白，皮肤开始腐烂，全身开始发臭。就在这个时候，昏迷的小春却开始睁开眼睛，肚子开始上下翻腾，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冲出来了。小春吓得脸色发白，试图挣扎，却动弹不得。此时那刘坚愤怒地咆哮着跑向小春，快速的施咒压制着小春的肚子，但是没用，小春的胃越来越翻腾。很快便有一个黑影从小春的肚脐部位出现，绕着刘坚飞走了。小春恐惧地叫了一声，又晕了过去。边克温正要去看看小春，这时那彭继明气喘吁吁地跑来对边克温说：边兄，我们成功了，小春被我们救下了。看着边克温和彭继明，刘坚咬牙切齿地喊道：来人啊，快去告诉花老爷，有人勾结外人，杀了他的孙子。彭继明赶紧示意边克温把小春背在背上，赶紧退了出去。边克温是什么也没想，用被子卷起小春，紧跟着彭继明到了外面。刘坚喊住了他，但不知何故，突然那刘坚变得不堪一击。彭继明用几张咒符纸就将他给拦住了。边克温背着小春出了德月楼，只听那花老爷在不远处喊了一声拦住歹徒，便带着一群人七嘴八舌地向德月楼冲了过来。彭继明这时有点着急了，问边克温去哪里，而那边克温也是第一次来的月楼，一时也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这时小东突然间出现了，他正向边克温招手呢，于是边克温便背着小春向小东跑去，彭继明紧随其后，念咒撒纸，顿时烟雾便出现在了他们的周围，罩住了他们几个人。小东带着边克温和彭继明左拐右拐，不一会儿便来到后花园的角门处。走吧。小东看了边克温一眼，有点恋恋不舍，但是情况紧急，还是催促他们快点离开。你也跟我们走吧，我们需要有人作证。彭继明对小东说道。边克温也连忙点头，还有小春，也需要你照顾。小东想了想，同意了。于是彭继明拔出匕首，打开锁，几个人便消失在了夜色中。当他们到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时，边克温便急忙问彭继明，德月楼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彭继明对他说，那是一具怀孕的尸体，在培养一个鬼胎，训练一个小鬼。小东突然说道，难怪少奶奶出事后没有下葬，所以就放在德月楼里了，我还以为少奶奶又得救了呢。原来是那天花富贵和他的妻子庞氏争吵起来，用力推了一把庞氏，
他的头撞到了桌角，当时他并没有觉得很痛，但半小时后，那庞氏突然感到恶心呕吐，天旋地转。等那花老爷夫妇到达后，庞氏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忙乱中，花富贵正好也被抬了回来。郎中一确诊，他是被踢中了命战子处，成了太监了。这时，那庞氏肚子里的孩子变成了花家的最后希望，但庞氏却从未醒来。花家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了，而那花老爷是急得跳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花家的账务主管刘坚来了，告诉花老爷，他有办法让他的儿媳妇重生，让他把肚子里的孩子生下并养大，而他只需要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和4个从未生过孩子的年轻女人即可。于是那花老爷便立即同意了刘坚大师的意见。为了不让外人怀疑刘坚为什么日夜与庞氏在一起，刘坚便用法术伪造了自己的死亡，拿来他便从坟墓里钻出来，悄悄潜回了花府。看来刘坚真的是不遗余力地为花家铤而走险呢。边克温不禁感叹起来，哼，他可不是为花家去冒险，他是为了他自己。刚才为什么我开始有点对付不了他了？后来他又变得不堪一击，就因为那庞氏的肚子里有鬼。彭继明又进一步向他们几个解释道。彭继明告诉边克温，刘坚是一个巫师，其实那个庞氏在进得月楼之前就应该死了，是刘坚用巫术抚养了庞氏肚子里的胎儿身体和女仆肚子里的胎儿灵魂。女仆一方面要养活自己腹中胎儿的灵魂，另一方面又要养活庞氏腹中胎儿的身体，还要让庞氏的身体不腐烂，所以气血会被消耗得非常快，以至于短短2个月就要死去。刘坚怕死去的女仆变成鬼来报复他，就用糯米塞住他们的嘴巴，用红线捆住他们的手脚和身体，再用浸过水的皱服布塞进他们的肚子里。那胎儿出生后会是什么样子？小春忍不住问彭继明。这样养出来的胎儿白天不怕太阳，晚上能看见鬼，3年后会变成小鬼王，招鬼听他的命令。彭继明说道，但30年后，小鬼王将烟消云散，无法转世。我明白了，如果小鬼王发达了，那么刘坚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边克温恍然大悟说道，刘坚也太过分了，为了抚养个小鬼王，小秋和小夏全都死了，要不是你，小春也早就死了。小东气愤地说。彭继明和边克温都轻轻地点了点头。第2天，彭继明和边克温带着已经睡醒的小春和小东便到县衙，状告了那刘坚为一己私利杀人害命。很快，那县令便叫衙役把花老爷和刘坚都带来审问了。面对小春和小东的指控，以及庞氏、小秋和小夏那残败的尸体，刘坚无法否认，只好坦白了一切。原来刘坚想养一个小鬼，当他看到花府的所有条件都满足时，他就对花家的少爷花富贵施了魔法，这使得那花少爷非常不耐烦和冲动。那天花富贵把他的妻子庞氏推了一下之后，庞氏也不会有什么大事，是刘坚对庞氏施了魔法并使他昏迷，而那个在妓院里替花富贵命根子的人也是被刘坚买通了的。你们为了培养一个小鬼，竟然弄得我花家断子绝孙呢。花老爷知道后是气得当场晕倒。当一切真相大白后，知县便迅速做出了判决，刘坚用极其残忍的手段一连害死了几个人，立马处死。小秋和小夏重新安葬，让彭继明给他们做法使2人投胎，给边克温和彭继明记大功一件。官府对他们进行了奖励。小春和小东也为这个案子出了力，他们摆脱了奴隶身份，成为了正常民众。小东独自一人在花府，无牵无挂，随边克温回家。小春则回家照顾他的弟弟了。彭继明说小春的身体还需要治疗，他也想收个徒弟，顺便去看看小春的弟弟有没有资格，便跟着小春去了他家。没多久，
小东便和边克温结了婚。小春和彭继明也在同一天举行了婚礼，而且两人的婚礼全都是由边克温的母亲盖氏主持，而且是在边家举行的。小春的弟弟很喜欢彭继明，天天缠着要他做自己的姐夫，不然他就不会答应给彭继明当徒弟。为了收小春的弟弟做徒弟，彭继明只好勉强地同意。两对新人同时拜堂，边克温的母亲是高兴得合不拢嘴，小春的弟弟也高兴地跳了起来。而此时此刻的花府惨无人烟，非常凄凉。花老爷和他的夫人二人看着眼前像眼珠子一样真爱养大的儿子花富贵，他们是老泪纵横，满脸绝望。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看完这个故事后，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欢迎在下方留言，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